在美国开中餐厅有多危险，中餐店老板中枪就要死了。可当他拨打了报警电话后，接线员竟恶意挂断了他的电话。正当男人绝望之际，前来用餐的女警察觉到了异常。这家一向生意火爆的中餐厅，今天却是连个人影都没有。黑姐顿时提高了警惕，立马就走进店里进行查看。可当她来到厨房后，只见里面一片狼藉，地上更是有一滩鲜红血迹，显然这里是出事了。Is anyone here? 黑姐继续向里面走去，一眼就看到中枪倒地的餐馆老板。老板挣扎着告诉黑姐，他的店里遭到抢劫，随即便一头昏死过去。麦迪赶忙对他的伤口做了紧急处理，眼看男人没了脉搏，麦迪立马将他放倒，开始胸外按压。好在一番抢救，男人终于苏醒过来。可他接下来的话却把两人惊呆了。Are you here? They hang up. Sir, who hung up on you? 911. 两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另一边的呼叫中心内，接线员老太太还在重复着相同的操作。短短几分钟时间，她就恶意挂断了几十通报警电话，哪怕对方有生命危险，她也没有耐心听对方讲完，平均通话更是不足10秒。可她非但没有一丝愧疚，甚至感觉工作太累，还要奖励自己吃块小蛋糕。此时麦迪也赶回到呼叫中心，然而听了他的举报，主管却认为是信号不好，毕竟还从没发生过恶意挂断的事件。可接下来的录音却让他们傻眼了。911, what is your emergency? Help! Aruba! He shot me! What? What did you say? Please! Need help! Send help! Shot! Beating! Help now! Yelling at me won't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m not the one who shot you. Laman! Seriously, you're switching to another language now?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连续几年被评为优秀接线员的老太太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经过调查发现，在最近8个月以来，老太太恶意挂断了上千通求救电话，平均通话更是不足10秒。而她这么做的原因，竟然只是她离婚后心情不好。可老太太非但不知悔改，竟还辱骂麦迪是个叛徒。我对你那么好，你还举报我，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麦迪顿时就无语了，恐怕没有良心的是你自己吧。不出意外的是，老太太势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This isn't over, Maddie. Just mark my words. Snitches get stitches.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可就在老太太候审期间，竟多次恶意报警来骚扰麦迪，甚至就连开车也不忘打个骚扰电话。不料下一秒就发生了意外，为了躲避猫咪，直接酿成车祸。现在好了，老太太撞得鼻青脸肿，惊恐无比。正当她绝望之际，手机里传来麦迪的声音。麦迪很快锁定了他的位置，老太太最终成功得救。直到现在她才醒悟，之前被她挂断的求助者是有多么的绝望。可即便如此，她依然要承担法律应有的制裁。女警回家后惊恐地发现，女儿竟然服下了一整瓶的麻醉镇痛药。黑姐顿时慌了。可任凭如何呼喊，女儿却没有任何反应。等急救员赶到后，立马就将女孩抬上了救护车。女孩陷入重度昏迷，器官也开始发生衰竭。此时一向强势的黑姐也开始变得不知所措，只能抱着女儿默默祈祷。很快女孩就被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能否活下来却是不得而知。黑姐担忧中充满了自责，以为是自己忙于工作疏忽了对女儿的照顾，殊不知女儿自杀还另有隐情。然而庆幸的是，由于抢救及时，女孩这才堪堪脱离了危险。很快女孩就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到父母担忧的脸庞，女孩愧疚地说出了真相。她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叫蕾拉的女孩，只因我和她喜欢的男生说了几句话，她便联合其他同学一起欺负我，还说像我这样的人渣就该自杀，就算死了也没人在乎。得知真相的黑姐气愤无比，她安慰女儿不要害怕，老娘10几年的警察可不是白当的，我保证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可也就在这时，儿童保护机构的人员赶到了，女人建议由机构出面与对方和解，但却被黑姐当场拒绝。我女儿差点死了，还和解个毛线。第二天黑姐就来到校门口蹲守，根据搜集到的照片，很快她就锁定了那个叫蕾拉的女孩，但她并没有直接动手，而是一路尾随来到蕾拉居住的庄园。显然蕾拉的背景并不简单，但一想到病床上的女儿，黑姐气势汹汹的就走了进去。看到有警察赶到，蕾拉赶忙就往包里藏着什么，随即就和黑姐打起了招呼。 Your neighbors called to complain. I'm sorry, was the music too loud? No, see, they called to say some skanky teenage hoe living up in here bringing a real stank to the neighborhood. She nearly died.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to that? 得知黑姐来为女儿报仇后，蕾拉却显得更加嚣张，甚至还当场辱骂黑姐女儿。黑姐顿时就被激怒了，当即就要把蕾拉带走。You can't do that! Oh, no? I saw what you hid in your bag. 黑姐打开包包一看，竟然从里面找到了一小包面粉。Party's over. You are in such trouble. My father's an attorney. 黑姐根本不吃这一套，立马就将她押回警局。没多久，蕾拉父母便找了过来，仗着自己有点权势，他们威胁黑姐赶紧放人，否则就动用一切关系让她饭碗不保。而至于女儿包里的面粉，也只是黑姐为了报仇栽赃陷害，甚至觉得黑姐女儿自杀和他们的女儿没有半毛钱关系。Was this about revenge? Is that it?
But you got it in your head that Layla is somehow to blame for your daughter trying to kill. 黑姐顿时就怒了，保护不了女儿，我还当什么警察？你们女儿能有今天，全都是拜你们所赐。今天你们休想把女儿带走。第二天，黑姐就被叫到办公室，警长对她的做法有些不满。你保护女儿我能理解，但你的举动明显有以权谋私的嫌疑。要知道，蕾拉父母可是当地有名的律师，势必会对你和警局进行起诉。为了避免引来更多麻烦，警长决定让黑姐做一段时间的文职工作，这样也算对外有个交代。不过这也无所谓了，毕竟蕾拉被关进了收容所，黑姐总算是为女儿出了一口恶气。深夜，老妇报警说她看到鬼了，说窗外有一个黑影正死死盯着她，而更恐怖的是，对方似乎根本就没有脸。老妇顿时吓得呼吸困难，接线员让她别挂电话，保持冷静，并通知警察和急救员来到老妇家中。看到急救员赶到，老妇这才安心一些。据老妇介绍，他们进门时那个黑影就不见了，急救员怀疑是他看错了，但老妇坚持说不会看错。虽然自己年事已高，但眼神却很好使。She gave me such a fright, standing out there. 黑姐查看了屋外湿漉的地面，但却连一个脚印都没找到。本以为只是虚惊一场，黑妹却突然发现了异常。只见地板上有几个泥泞脚印，如果站在这个位置，刚好可以在窗户玻璃上照出影像。而大码脚印显然是一个男人留下的，这也就意味着当时男人就站在老妇身后。He didn't attack her. Maybe that wasn't his intent. 考虑到男人并没伤害老妇，黑姐便没再过多追究。不过为了老妇安全，当即就让女儿把老妇接回家中。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女儿刚到家就接到警方电话，而接下来的消息很快就让她变了脸色。据警方调查，之前出现在她母亲家里的男人，很可能是她有暴力倾向的前夫。前夫因为家暴被捕入狱，刑满释放的他很可能是来复仇的。Oh my God. It's him. He's here. He found me. How did he find me? 女人发现前夫就在屋外，于是赶忙就躲了起来，伴随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很快房门就被撞了开来。男人手持砍刀呼喊前妻，可糟糕的是，警察最快也要5分钟赶到，时间显然来不及了。I told you I'd find you, you bitch! I told you, you can't hide forever. 男人开门一看，竟是老妇躲在里面。 I'm done hiding. 女人挥起棒球棍对着前夫就砸了下去，多年的忍耐此刻也终于彻底爆发，但很快电话里就没了动静。 I think he's dead. What? What happened? Are you okay? We're fine. I was ready for him this time. Thanks to you. Good. Good. Well, help is on the way. 多亏了艾比事先提醒，否则倒在地上的就是女人了。在美国收到来历不明的快递，千万不要随便乱动，因为里面装的很可能是一枚炸弹。接警的消防员立马赶到事发现场。据提前赶到的黑姐介绍，女人被炸得面目全非，不过庆幸的是她还活着。 Copy that. Let's move! 急救员立马展开营救，但女人的状况并不乐观。由于受到爆炸冲击，她的耳膜炸伤，失去听觉。然而更糟糕的是，女人突然呼吸困难，很可能出现了张力性气胸，不尽快释放压力，势必会窒息而亡。伴随关键一针的刺入，女人体内的压力也终于释放。经过一番紧急抢救，女人这才脱离了危险。但众人不知道的是，真正的危机也才刚刚开始。第二天，黑姐丈夫带着孩子刚回到家，儿子突然看到门前的一个神秘包裹，看到包裹是寄给母亲的，他刚想上前查看，就被父亲厉声喝止。毕竟包裹炸弹可是闹得满城风雨，很快警方就封锁了现场。闻讯赶来的黑姐看到家人没事，这才稍微安心一些。排爆小组利用机器人对包裹做了检测，发现包裹里装的果真是一枚炸弹。幸亏丈夫及时提醒，否则一场悲剧势必在所难免。排爆组操控机器人将包裹炸弹放进铁箱，本想带离此地再做处理，不料下一秒炸弹就突然爆炸。 That was it? 黑姐气愤无比，势必要将凶手绳之以法。但令黑姐不解的是，她和先前被炸的那名女人律师并不认识，那为何会被炸弹客同时盯上呢？可还不等这边调查清楚，当晚消防局又出事了。巴克驾驶车辆刚刚驶出，不料下一秒车子就突然爆炸。 价值100万的消防车当场报废。然而更糟糕的是，巴克的一只脚被车头死死压住。那凶手这次袭击消防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正当巴克挣扎之际，一个男人突然朝他走了过来。 You're new. 显然他的袭击目标并不是巴克，可男人并没当场逃跑。很快警方就将他包围起来，男人身上绑满炸弹，打量着人群，还大喊着让消防队长赶紧出来。正在休假的队长没有犹豫，立马就朝着男人走了过去。而此刻真相也终于浮出水面，原来就在1年前，男人的父亲为了骗保烧毁了自家店铺，却不料被消防队长当场揭穿。而女警黑姐和开头被炸的那名女人律师也都参与了这起案件。最终男人的父亲被关进监狱，可就在几天前，父亲因病死在了监狱。于是男人便展开了疯狂报复。 You got dealt a bad hand, and I am sorry about that. You stopped being a victim the moment you left that first bomb. That lawyer. She did her job. We were all doing our jobs.
destroying my family. 眼看男人不听劝说，黑姐只好把他母亲带了过来。趁男人不注意，队长一把就抓住了他手中的遥控器。最终，男人被当场制服，一场危机这才堪堪化解。而等待男人的势必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这个黑人警察太嚣张了，竟要逮捕飞机上的所有乘客。You are all under arrest, and that means that you are all leaving this plane. 可奇怪的是，乘客们非但没有反抗，反倒纷纷鼓起掌来。原来就在刚刚，一架客机坠毁在机场附近港口，而坠机的原因却是尚未查明。航空公司怀疑是遭到恐怖袭击，于是便以危险尚未解除为由，禁止降落机场的乘客下机。眼看8小时过去了，执勤的黑姐突然接到报警，说是飞机上有人闹事，于是当即来到机舱查看。空警说闹事的乘客被他控制住了。黑姐一看顿时懵了，只见一名男子被胶带绑在座位上，嘴巴更是被胶带死死封住。空警表示男人不配合工作，非要下机，甚至还对他发起了袭击。 I have the whole thing on video. 好在一名乘客录了视频，黑姐接过一看，顿时变得气愤无比。只见视频中男人不断向空警解释，说他父亲的遗体还留在飞机货舱里，他只想让父亲早点入土为安。由于货舱太过闷热，父亲遗体很可能产生腐烂。空警却不听解释，直接就将男人按倒在地。黑姐这才得知了真相。 That escalated awfully fast.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take that duct tape off this man's mouth? Are you insane? 眼看空警不为所动，黑姐当即撕开男人嘴巴胶带，并质问空警为何乘客不能下机。空警说他也是奉命行事，并且航空公司的老板再三交代，在查清是否为恐怖袭击之前，飞机上所有乘客都不能下去。黑姐感觉很是搞笑，你他喵可是洛杉矶空警，竟会听命于什么航空公司的老板？我不管对方给了你什么好处，但我确定现在乘客下去都很安全。 I don't give a damn what the CEO says. 空警顿时感觉颜面无存，竟还试图阻止黑姐给男人松绑。 No, you didn't just grab my shoulder. Don't make me. Don't make you do what? You place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again, we're gonna have a big problem. Now, you said that this customer was causing a disturbance. Well, then, I'm putting him under arrest for disorderly conduct. I'm arresting everyone on this plane. They're in my custody now. You are all under arrest, and that means that you are all leaving this plane. 众人全都被霸气女警所折服，不为权贵为民做主，这样的警察谁又能不爱戴呢？一根万伏高压线落入泳池，小女孩大喊着呼叫救命。男保姆想救女孩，却不幸当场电死在了泳池里。原来就在刚刚，货车为了避让一辆摩托车，直接撞倒了路边的电线杆。然而更糟糕的是，小女孩家刚好就在路边，好在她做的橡胶浮板不导电，这才没被当场电死。女孩惊恐地喊着救命。闻讯赶来的父亲刚想冲去，一把就被巴克扑倒在地。你没看到电线就在水里吗？那可是万伏高压线，一旦触碰水面就会当场电死。巴克告诉他自己是消防员，一定会救出他的女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安抚好女孩情绪，让她待在浮板上不要乱动。可糟糕的是，他们无法自行关闭电源。这时巴克看到旁边的充气海豚，想要骑着海豚下去救人。一旁的女友顿时懵了，亏你刚才还教育别人，这么做太危险了，找个东西把女孩拉上来不就行了？女友灵机一动，赶忙扯开旁边的橡胶水管，她和巴克各拉一头，试图直接将女孩给拉上来。母亲安抚着女儿情绪，让她用手抓住水管，不料高压线突然冒出一阵火花，这可把众人吓得不轻。好在后面并没发生其他意外，在两人的拉扯下，很快小女孩就来到岸边，女友抓住女孩双手，一把就将她提了上来。而与此同时，赶来的消防员也切断了电源，一场危机这才就此化解。不料这边才刚结束，一架飞机上又遭遇险情，男人刚拿到飞行驾照，便带着女友上天飞行。可就在女友兴奋不已时，飞机突然发生一阵抖动。This is not good. 原来是引擎停止了转动，男人赶忙让女友拿出说明书，翻到最后一页核查表念给她听。Airspeed 65 knots. Check. Verify flight ring is engaged. Check. Initiate engagement process. Check. Confirm pilot is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with the passenger. Check. 惊恐的女友这才发现，原来是男友为了向她求婚，故意搞出了一场恶作剧。可就在男人拿出求婚戒指时，女人身体顿感不适，紧接着开始呼吸急促，很快就昏迷没了意识。男人赶忙拨打了911发出求救，接线员让他找个机场降落，可最近的机场也要15分钟才能赶到，时间显然来不及了。此时男人突然看到前方刚好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于是想都没想就落了下去。
好在经过一段滑行，飞机稳稳停了下来，接警的消防员也恰好赶到，而女人的情况却并不乐观，昏迷的她早已没有了任何意识，血压也在急剧下降，初步判断是心脏病发作。队医刚想给她含服硝酸甘油，巴克的手机突然响起，原来接线员联系了女人医生，医生说她并没有心脏病，并且最近在服用甲状腺素，很可能受到惊吓引起了心跳不速，而硝酸甘油只会适得其反。幸亏他们没有那么做，否则很可能会要了女人性命。经过一番紧急抢救，很快女人就苏醒过来，看到女友成功得救，男人当即又拿出戒指，女友也答应了他的求婚。 Yes. She said yes. 可下一秒 And she smacked him. Love hurts. 女人脸上插着一只高跟鞋，就连急救员看到也不禁被吓了一跳。高跟鞋怎么会插到脸上呢？老齐让她扶住高跟鞋慢慢坐下，随即便得知了其中真相。原来刚刚她和闺蜜发生口角，闺蜜一鞋跟就钉到她的脸上，于是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本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救援，可当老齐喊队友帮忙时，巴克埃迪却是精神恍惚，说他们正置身于一个小人国，就仿佛陷入了幻觉一般。黑姐顿时察觉到不对，赶忙呼喊黑妹帮忙，不料黑妹竟也出现了同样症状。Dina, you smell like love. 这他喵是啥情况啊？黑姐只好呼叫其他医疗队前来支援。面对队友的异常举动，老齐也是一脸的懵逼，根本不知怎么回事。You guys be tripping. What? Guy, look at me.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We're everywhere, man. They're on drugs. Okay. Oh. 这时老齐突然想到，肯定他们出发前吃的蛋糕有问题。早上不知谁送来一盒蛋糕，队友想都没想就吃光了，唯独老齐没有吃到。黑姐顿时就无语了，来历不明的蛋糕你们也敢吃？来不及多想，老齐赶忙给女人做了包扎。而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良影响，黑姐将消防员全部逮捕。然而可笑的是，在药物作用下，埃迪竟然哭起了鼻子。黑姐也是被搞得一个头两个大。可也就在这时，黑姐突然想到消防局里的队长，他肯定也没少吃。黑姐立马开车赶了过去，而此时的队长正站在消防局楼顶，楼下更是围满了吃瓜群众，甚至还当场开启了直播。显然队长也陷入了幻觉。黑姐赶忙来到楼顶，招呼队长赶紧下来。可没想到的是，队长竟然做起了演讲，还说他看到了已经去世的妻女。黑姐提醒他那只是幻想，或许是你太过思念才会看到他们。随即便将队长拉了下来。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很快他们就找到那名送蛋糕的老妇，而老妇下药的原因却是让人哭笑不已。I worry about them so, under so much stress all the time. I wish I could do something to ease their burden, a dose of something to lift their spirits, clear their minds. 好家伙，老夫的这份关怀还真不是一般的另类啊！